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蛙蛙 TV，我是蛙哥。今天2025年9月3日是一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但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个画面引发了全球媒体的疯狂解读，那就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领导人首次历史性同框，并建立于观礼台的绝对 C 位。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解码这一安排背后究竟释放出怎样的重磅信号。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站位本身。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发现，这次的位置安排非常讲究。普京总统居于右侧，这符合常规外交礼仪中对大国和资深领导人的尊重，而金正恩委员长则位于左侧。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部分外交语境中，以左为尊。给予朝鲜领导人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是66年来头一遭，其背后的深意我们稍后细说。我们先谈第一个层面，历史的必然。80年前，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付出了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苏联在欧洲战场力挫纳粹，挥师东进，朝鲜半岛的志士也投身光复事业。在这个纪念胜利的时刻，请这三方代表站在最中央，是对历史贡献最直接的致敬，名正言顺。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点，现实的选择与战略信号的释放。看懂这个画面，必须了解当下的国际格局。近年来，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不断强化，持续在东北亚地区施加战略压力。而中俄朝三方尽管国情不同，但都感受到了这种外部压力的针对性。于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战略协同开始显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外交上深度绑定，共同应对挑战。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在近年来持续回暖，高层互动频繁。俄朝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与朝鲜的关系迅速升温，各取所需。因此，这个同框就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战略宣言。在东北亚存在着一个与美日韩同盟平行的协作三角，它告诉世界，这里的游戏不是只有一方能玩。第三个层面，我们聚焦朝鲜角色的颠覆性升级。金正恩委员长此次出席意义极其特殊，这是他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华，是66年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中国阅兵，更是他首次走上大型多边外交舞台。结合他被安排在左侧尊位，这清晰地表明朝鲜正在从中俄的幕后伙伴走到前台，成为更公开、更对等的战略协作一方。中方以此举表达了对朝鲜的极大重视，也肯定了朝鲜在全新地缘棋局中的价值。这无疑是给那些中朝关系疏远论者的最有力回应。最后，我们看国际社会的反应。与中俄朝高调同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均未出席，这本身就反映了世界正在经历的分化与重组。然而另一边，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纷纷到场，这正应了那句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借此向世界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朋友圈，一个是日趋紧密的全球南方合作，另一个则是与西方大国的复杂竞合关系。所以，朋友们，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个 C 位早已超越了一次简单的外交礼宾安排，它是一个集历史、现实、战略与象征意义于一身的完美作品。它回顾了80年前并肩作战的烽火岁月，更昭示了80年后因现实利益而重新协调站位的复杂未来。它无声却震耳欲聋。好了，以上就是我对本次阅兵外交安排的深度解读。你认为中俄朝战略三角会持续下去吗？这个画面又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真知灼见。如果喜欢这期内容，请务必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蛙哥，我们下期再见。